你是不是也经常对自己或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这样说？我知道我真的需要戒烟了，但我就是还没准备好。这句话就像一个无限循环的魔咒。你总想着等这个案子忙完，等下周一，等过完这个年，你为开始设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日期，但那个真正准备好的时刻却永远在未来，像海市蜃楼，看得见摸不着。结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烟还在抽，而那份对自己的失望和无力感却在心中越积越厚。如果你听着这段话，心里有那么一丝被刺痛的感觉，那么恭喜你，这支影片就是为你而拍的。你不是一个人，无数最终成功戒烟的人，包括我过去辅导过的数百位身处高压环境的专业人士，都曾经被困在这个叫做还没准备好的心理牢笼里。这个问题不只困扰你，在我作为大学教授研究现代都市人的压力、社交行为和消费主义的10几年里，我发现还没准备好几乎是所有重大个人变革中最普遍也最棘手的心理困局。我叫文博，今天我们不谈意志力，不谈那些让你耳朵长茧的大道理，我们来聊点更深层的，聊聊心理学，聊聊如何从根源上彻底击碎这个让你动弹不得的心理障碍。在我们深入之前，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甚至有些令人沮丧的现象。在我接触的个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这个社会公认的精英，他们是做着生死决策的外科医生，他们的手稳定到可以在跳动的心脏上缝合微小的血管。他们是管理着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团队的企业家，他们的每一个商业决策都可能影响着上千万的资金流动。他们是在法庭上引经据典、辩才无碍的律师，他们的逻辑和言辞足以扭转一个人的命运。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里，每天都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做出极其艰难的决定。他们果断、坚决，充满智慧。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当他们回到自己的生活中，面对一根小小的、直径不到1公分的香烟时，却常常表现出与他们专业形象截然相反的犹豫、拖延和无助。他们会对我说出和你一模一样的话：“文教授，我知道这东西的危害，我需要戒掉它，但我还没准备好。”这说明了什么？这有力地说明了一件事。你在戒烟这件事上的挣扎，根本无关乎你的智商高低，更无关乎你的意志力是强是弱。如果你能管理好你的事业、你的家庭，能应付工作上那些复杂的人和事，你绝对不是一个缺乏意志力的人。这背后是一个更隐蔽、更强大的心理机制在暗中作祟。这个机制就像一个电脑程式的底层代码，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操控着你的感觉和行为。要破解这个机制，我们首先需要从根本上重塑2个最关键的观念。这2个观念是你从卡关到开动的钥匙。第一个关键观念，也是最颠覆你认知的一点：准备好，它从来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决定。我们被一个巨大的文化迷思所绑架，那就是我们总认为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前，内心必须先达到一种万事俱备、信心满满的状态。但事实是，在人生的任何重大关卡面前，没有人是真正准备好的。那种完美的准备感根本就不存在。行动才能建立动力，而动力反过来才会带给你那种所谓准备好了的感觉。顺序是反过来的，是先有行动，后有感觉，而不是相反。我邀请你诚实地回忆一下你的人生。你买下第1套房子的时候，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才没有。你大概率是站在仲介面前，看着那份比砖头还要厚，上面满是你不懂的法律术语的购房合约，再看看上面那串长得像电话号码的贷款总额。你签字的那一刻，手心可能在冒汗，心里想的是：天哪，我真的要背上30年的债务了吗？我未来能稳定的还款吗？你不是在准备好的状态下签字的，你是在恐惧和不确定中做了一个决定。
再想想，当你迎接你的第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当护士第一次把那个软绵绵、皱巴巴、只会用哭声跟你沟通的小生命交到你怀里的时候，你内心是充满了我准备好了的自信，还是充满了天哪，我该怎么办的慌乱呢？你可能连尿布都不知道哪一面是前面，你不知道他半夜3点的哭声到底是因为饿了、困了，还是不舒服了。你没有准备好，你只是在爱与责任的驱动下做了一个成为父亲的决定，然后在日复一日的笨拙尝试中学会了如何当一个父亲。你的事业呢？当你决定辞职创业，或者接下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新专案时，你对未来所有的困难都了如指掌了吗？你准备好面对可能出现的资金断裂、团队矛盾、市场的无情打击了吗？没有，你只是看到了一个机会，燃起了一股热情，然后你做了一个开始的决定。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来自美国海豹部队。你想象一下，一个年轻的士兵第一次站在打开的机舱门口，离地面几千米高，风在他耳边呼啸，教官在他身后大喊跳。你觉得在那一刻他的内心 OS 是我感觉非常好，我完全准备好了，我要享受这次飞行，还是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想象？他当然是恐惧的，但他跳了下去，因为跳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决定，而不是一个需要等待的情绪。买房、生子、创业、跳伞，所有这些人生中的大事，都不是在感觉准备好之后才发生的，他们都是在不确定、恐惧，甚至是慌乱中，由一个清晰的决定所启动的。戒烟这件事的本质和他们一模一样，你等待的那个准备好的感觉永远不会自动到来，你必须先做出我要戒的决定，然后在你行动的第1天、第2天、第1周，在你每一次成功抵制诱惑之后，那份自信和我能行的感觉才会慢慢滋长起来。这就带出了我们需要重塑的第2个关键观念，在语言上，你必须完成一次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从我需要戒转变为我想要戒，甚至是我对戒烟后的新生活感到兴奋。这听起来像是文字游戏，但它在心理学层面有着天壤之别的影响。当你对自己说我需要戒烟的时候，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的是一种来自外界的强迫，一种不得不做的任务，一种对你当前行为的否定。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现在做的是错的，你必须停止。这种语言模式会立刻触发你内心那个叛逆的小孩。没有人喜欢被命令，即使是来自自己的命令。你的潜意识会本能地产生抗拒。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越让我戒，我偏要抽。这就在你内心制造了一场不必要的权力斗争，极大地消耗了你的心理能量。而且需要戒还意味着剥夺，它强调的是你将要失去抽烟这个行为。你的大脑会自动聚焦于损失，而不是收获。你会想到你将失去那些放松的时刻，那些社交的借口，而不是你将获得更健康的身体、更清晰的头脑和更多的自由。现在试试换一种说法，你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想要一个没有烟瘾的人生。”或者更进一步，我对戒烟之后那个精力充沛、呼吸顺畅、不再被尼古丁绑架的自己感到非常兴奋。你感觉到不同了吗？想要和兴奋是父权的词汇，他们把焦点从被动的损失转移到了主动的追求。这不再是一个关于放弃什么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得到什么的故事。你不再是一个被迫遵守规则的犯人，而是一个即将踏上新旅程，去探索更美好生活版本的探险家。你的内心不再有冲突和反抗，取而代之的是期待和渴望。当你发自内心的想要一件事时，你就不再需要意志力去逼迫自己了，因为你的整个身心系统都会朝着那个你渴望的目标前进。所以，请记住，把我需要戒这句充满负能量的话从你的字典里删除。从今天起，练习告诉自己：我选择，我想要，
我渴望一个全新的、没有烟瘾的自己。但我知道，即便你完全理解了准备是决定和从需要到想要这两个观念，你内心可能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声音在喃喃自语。可是，文教授，我真的试过太多次了，每一次都失败了，我真的怕了。这就触及了那个还没准备好的魔咒背后另一个巨大的心理根源。你之所以不敢轻易再准备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害怕再一次品尝失败的滋味，你害怕再次经历那种满怀希望开始，最终却狼狈地抽起复吸第一根烟的羞耻和挫败感。你可能试过很多方法，也许是靠意志力硬扛，结果没几天就搞得自己脾气暴躁，家庭关系紧张，最后宣告放弃。也许你试过那些传统的匿名互助团体，或者去过一些乐界机构，但你感觉他们好像都没用。你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想告诉你，这不奇怪，因为有一个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的，但却是业内公认的残酷数据：那些基于意志力或传统12步模型的戒瘾方法，他们的长期失败率高达85%到90%。你没听错，是失败率。这意味着10个人走进去，可能只有1个，最多2个能够真正长期的摆脱烟瘾。这个数字告诉你什么？它告诉你，你过去每一次的失败，极有可能都不是你的错。你不是在建立戒烟的能力，你只是在毫不情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的亲身验证了一个本就成功率极低的方法。你每一次的失败都没有在你心中积累如何成功的经验，反而只是在你那份长长的失败记录上又填上了一笔。这份失败记录才是真正摧毁你信心的元凶，它让你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心理定势，叫做习得性无助。你开始相信，看吧，我就是不行，我这个人就是意志力薄弱，可能我这辈子都戒不掉了。于是，当下一次戒烟的念头浮现时，你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希望，而是对重复过去那种痛苦体验的恐惧。你当然会觉得还没准备好，因为你潜意识里已经预设了再次尝试只会带来又一次的失败和自我否定。所以，在我们继续往下走之前，我需要你先在这里做一次深刻的心理切割，请你发自内心地告诉自己，过去的失败不是我的失败，是我所使用的方法的失败。我不是一个无能的人，我只是一个用错了地图的旅人。这份觉察能把你从沉重的自责和绝望中解放出来，让你重新获得再次选择的勇气。好了，现在我们排除了对准备感的迷信，转换了需要到想要的语言，也卸下了对重复失败的恐惧。我们已经清扫了3层障碍，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最核心。在所有这些心理机制的底下，还有最后一层，也是最坚固、最隐蔽的一层障碍，它才是你真正还没准备好的终极原因。现在，我需要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至少在你的内心创造一个绝对诚实的空间。深呼吸，然后回答我这个可能是你从未真正问过自己的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今天就彻底戒烟了，我会失去什么？请你不要急着回答什么都不会失去，只会得到健康。那样的答案太快、太政治正确，也太不诚实。我需要你静下来，让这个问题在你脑海里沉淀一下，然后留意那些第1个、第2个、第3个不受控制的冒出来的念头。你会失去什么？是不是会失去结束了一天极度疲惫的工作后，独自一人在阳台或楼下点燃一根烟，深深吸一口，感觉整个世界都暂时与你无关的那短短5分钟的喘息时间？是不是会失去和3、5个好兄弟、好同事聚会时，酒过3巡，大家很自然地互相递烟、点烟，那种不用说话就能融入群体的仪式感和归属感？是不是会失去当你开车堵在路上心烦意乱时，或者在一个重要的简报前感到紧张时，那根能让你稳定心神的拐杖？
是不是会失去当你文思枯竭、脑袋卡住的时候，点燃一根烟，在烟雾缭绕中来回踱步，期待它能帮你抓住那一闪而过的灵感？或者是不是会失去一些更私密的、只有自己知道的好处？比如一个可以暂时逃离家庭争吵的借口，一个让你看起来更成熟、有故事感的形象道具，一个在你感到无聊、空虚时可以随手抓住来填满时间的玩具。如果在刚才我列举的这些场景中有任何一个，哪怕只是一个，让你的心里咯噔一下，让你产生了“对呀，我会失去这个”的念头，那么，朋友，恭喜你，你终于找到了你内心最深处的那个秘密，这就是你还没准备好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你并没有将抽烟定义为一个纯粹的坏习惯，你还将它与至少一个甚至多个你非常真实的价值或好处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你认为抽烟能帮你放松、社交、专注、寻找灵感、排解压力，只要这个抽烟等于某种好处的错误连结还存在，你的大脑就会陷入一场永恒的内战。你的理智脑，那个知道抽烟有害健康的部分，会一直喊着戒掉它，但你那个更古老、更强大的情感脑，那个渴望放松、渴望被接纳、渴望安全感的部分，会死死地抓住这根烟不放，因为它误以为失去了香烟就等于失去了那些它赖以生存的宝贵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觉被撕裂，为什么你会犹豫不决，因为你要求自己放弃的，在你潜意识看来不是一根烟，而是你的慰藉、你的朋友、你的灵感来源。你怎么可能准备好去放弃这些东西呢？所以，真正轻松、快乐且永不复吸的戒烟，其核心任务根本不是用意志力去对抗烟瘾，而是透过深刻的认知重塑，去彻底斩断、粉碎这个抽烟等于好处的错误连结。你需要从心底里清晰地看到，抽烟从未真正给过你任何东西，它只是制造了一个问题，然后再短暂地缓解它，让你产生了得到好处的幻觉。而那个你真正想要的放松、专注和快乐，完全可以透过更健康、更有效的方式获得。如果你愿意分享，在留言区告诉我，你觉得戒烟会让你失去什么？这没有对错，诚实的面对它，是我们拿回主导权的第一步。这个失去的感觉，这个内心深处的绳结，就是我们最顽固的敌人。就在昨晚，我和我的一位女性客户通话，她的故事几乎完美地诠释了这种被困住的无助感。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聪明干练，但在戒烟这件事上，她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路都走了一遍。她去过那种与世隔绝的勒戒所，花费不菲，出来没多久就复吸了。他尝试过医疗排毒，用药物对抗戒断反应，但药物一停，烟瘾又回来了。他身边的朋友建议他去参加那种传统的匿名互助会。他对我说：“文教授，我真的感到走投无路了。”我去查了那些互助会的资料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承认自己对烟瘾是没有掌控力的。我极度厌恶这个标签。我在我的事业和人生中从来都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我靠自己打拼到今天，我解决了无数的难题。为什么在这一件事上我就要承认自己无能？这让我感觉像是一种侮辱。他接着说：“但是我又想不到任何别的办法了，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我感觉我的选项已经耗尽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应不应该准备好去接受那个无能的标签，去再做一次尝试。我真的太累了，也太怕了。”他的这段话是不是像极了感觉耗尽所有选项，迷失在十字路口的你？他那种不知道该不该再次准备好的疲惫和迷茫，完美的印证了我前面所说的一切：对重复失败的恐惧，以及更深层的因为错误的将抽烟与某种价值对他来说可能是掌控感绑定而产生的内心冲突。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你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往往只
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那条真正适合你的、能从根本上解决心理症结的道路。它证明了，仅仅依靠意志力或者外部强制是无法解开内心那个死结的。他的故事是不是也扰了你了？别担心，让我们回顾一下从今天起夺回你人生主导权的4个具体步骤。这是一份你可以立刻开始执行的行动蓝图。第一，请你牢牢记住，准备好是一个决定，来自于行动，而非一种需要等待的感觉。不要再等待那个完美的时刻，那个时刻永远不会来。今天、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你只需要做出一个微小的，但却是决定性的第一步。第二，立刻转换你的内部语言。把我需要戒烟这句充满压迫感的话从你的脑海中彻底删除，取而代之，每天对自己说：我想要，我渴望，我兴奋地期待一个没有烟瘾的、更自由的自己。把焦点从失去转向获得。第三，客观地检视你过去的失败。如果传统的方法让你一再受挫，你要意识到，那不是你的问题，是方法的局限性。是时候停止自责，去寻找一个能够真正解决底层心理连结的、成功率更高的新方法了。第四，也是最核心的一步，勇敢地问自己：我到底在害怕失去什么？把你脑中浮现的那些好处写下来，然后开始学习和理解，抽烟带给你的所有价值感，终究只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心理幻觉。你所追求的放松、快乐和归属感，从来都不在那根香烟里。打破还没准备好的魔咒，就是一场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出击的心理革命。这是一条可以走通的路，你完全有能力重新拿回你身体和人生的主导权。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哪怕一丝触动，请务必帮我点个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和你分享更多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心理学洞察。最后一个小建议，你也知道，这类内容有时候说得太真，反而容易消失，所以现在就按下保存或下载，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思想工具箱。